我给苏景川当了7年的秘书，最近他订婚了，把他开了，我们就结婚。这婚别结了。我该怎么解释？我真的是个普通秘书，还打算在筹备婚礼过程中大捞一笔。这天中午，我路过营销部，听见马毅正在讲八卦。你们见过老板娘了没有？真公主啊，那是。叶秘书漂亮是漂亮，跟这种大小姐一比，就没那个豪门气质。我脚步一顿，你夸老板娘可以，拉踩我干什么？我一个普通打工人，我怎么有豪门气质？给我1个亿，我倒是能当场变出豪门气质。哎呀，可怜他跟了苏总这么多年，到头来苏总还是打算娶个大小姐，豪门联姻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吗？别提了，叶秘书也不容易，婚讯一出，我看他啊都憔悴了10岁。如果之前我还只是无语，听到这里我满头问号。苏景川娶老婆关我什么事？我为什么要憔悴？我就算憔悴，也是因为加班。我快步回到办公室里，喝了瓶胶原蛋白太压惊，完了拿着人事档案敲开了苏景川的门。请进。我推门而入，把下午的会议行程和资料做了汇报，把档案夹递到他眼前。这是人事拟定的升职名单。我过了下，营销部业绩不达标，今年不建议升迁，2个季度的营销费用投下去都没有什么水花，把实习生转正就差不多了。马毅是没做出什么大的公关事件。我站在男人身边，目睹修长的手指写下囚禁的签名，微微一笑。马毅就是在营销部里八卦的那位，竟然造谣我和苏景川有一腿，还是卑微的地下情人。哼，我叶希是这种忍辱负重的虐文女主吗？笑话，我根本就不在言情文里，我是职场文里可以截流信息，3言2语左右顶层决策的秘书。老马，今年就别想生了哈，有这钱，我还不如给公司姐妹们多发点卫生巾费。中午吃什么？公司有食堂，苏景川不怎么去，他是老总，跟员工一起挤食堂尴尬，忙的时候我给他带，不忙的时候就一起去外面吃。印象城那边新开了家意大利餐厅，评分还不错。苏景川点点头，拎起了靠背上的西装，我陪着他下楼。正是午休时间，电梯一层一层停，人潮涌动，我和苏景川紧紧贴在了一块儿。我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是我挑的银色山泉。我转过了脸，微微有些不自在，能闻到香水的距离太近了。到了5层，进来一大波程序员，他们笑闹着往里挤，我被推的一个踉跄，撞进了苏景川怀中，温热的大手护住了我的后脑勺，隔出一片可以喘息的区域。要超重了，等下一批。程序员们讪讪地退了出去，我赶紧推开他。电梯里鸦雀无声，只有我尴尬地理着头发。好死不死，马毅也在电梯里，眼神暧昧地看着我俩。苏总，叶秘书，出去吃饭啊。苏景川平淡地应了声。电梯里更安静了，大家脸上不约而同扬起了诡异的微笑。等一下，事情不是这样，你们听我解释。我和苏景川上的同一所大学，我喊他学长，一起做过项目，他成绩好，跟着他能拿国奖。毕业后进他公司也是这个道理。我知道学长是个强者，以后上市了，我能分点原始股。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简单枯燥，散发着资本主义的铜锈味，跟言情文1毛钱关系没有。餐厅里回荡着悠扬的小提琴旋律，我翻看着菜单，苏景川拖着腮看我，一身手工定制黑西装，五官英俊，惹得周边几桌人纷纷侧目。平心而论，他的脸能带大多数言情小说，而且还没有大多数言情小说里总裁的奇葩毛病，比如说好养活。我点菜他从来也不抱怨，有什么吃什么，也不挑拣。今天周四，我们这里有情侣套餐，随餐附赠一道甜点，二位有需要吗？还挺划算的，套餐里的那道焗龙虾单点都差不多这个价了。那就来一份。侍者恭敬应声，从我指尖抽了菜单，然后把一朵玫瑰花插在我眼前的花瓶里。苏总，这可不行点。为什么？不是你说的划算吗？我又不是冤大头，给你单点焗龙虾。我涨红了脸，完了，他看出我来蹭吃焗龙虾。酒足饭饱，苏景川去付账，我正盘算着去哪儿买咖啡，身边笼罩下一道阴影，是一身名牌的李曼妮，苏景川的未婚妻。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吃得起吗？惭愧，确实吃不起，所以工作日才蹭一下老板的工作餐。怎么还是情侣套餐？大小姐头皮都炸了，火眼金睛看到那个在付账的男人。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不是我，他点的。李曼妮把玫瑰花都给我扬了，我怎么解释？解释我利用职务之便安排老板就餐，结果在将近7年时间里，带着老板把全城的美食都吃了个遍吗？我会进局子的，虽然慌的一批，但我毕竟还是一个见过大风大浪的秘书。老板想约您出来吃饭，又怕这地方配不上您的格调，我就陪他先过来踩一下点。李曼妮一梗，是这样，不然为什么偏偏是情侣套餐呢？李曼妮被我问住了，她思考了一阵子，剜了我一眼，哼，算你走运，以后别让我看到你跟我老公一起吃饭，不然别想要你的工作了。我打了个寒战，不要说不跟苏景川吃饭，就算一天只让我吃2顿，我也要保住我的饭碗。被李曼妮敲打过之后，我感受到了职业危机。作为女秘书，要跟男老板保持适当的距离。我自认为我的距离感保持得很好，
这么多年对苏景川没有半点肖想之心，我连他的手都没碰过，不小心碰到都会立刻站直道歉的那种。但老板娘说我没做到，我必定要适当整改。中午我不再陪苏景川吃饭，我每天给他点外卖，点了1个礼拜。苏景川在一次散会后意味深长地跟我说，我不想再吃外卖了。我立刻答应。接下去的1个礼拜，我把所有的应酬给他安排到中午。苏景川不用吃外卖了，他每天都在陪老头喝酒，没2天他叮我了。我不想再跟老头喝酒。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李曼妮也在叮我，鬼知道她一个大小姐为什么有叮。我每天一上班就看到她每天变着法叮我，为什么苏景川还没有跟她约会？是不是我这个恶毒女配操纵了她的行程？原来你们约会也归我管。好的吧，我把约会塞到了苏景川的今日行程里，地点是上次的意大利餐馆，提前预定情侣套餐，还给他们订了1份红酒。抄送苏景川后，已读不回良久，将近下班，苏景川才把约会批红了返给我。是的，晚上你有一个约会。上次的馆子？是的，时间是6点。OK。晚上下班，在19楼办公室看着苏景川西装革履的坐上宾利，我深藏功与名。苏景川和漂亮小姑娘喝上了酒，李曼妮和她未婚夫约上了会，我的工作保住了。我坐上地铁，想象着苏景川和李曼妮在意大利餐厅里衣冠楚楚吃情侣套餐配法国红酒的样子，心里莫名有些气，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当天晚上，苏景川叮我了，过来加班啊，这不合适的吧？老板，现在9点了呀。苏景川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劳动法对他不起作用，他直接踹了我家的门。我当初一听跟他租同个小区有补助，就义无反顾住他隔壁，真是被猪油蒙了心。开门之后，苏景川就驾轻就熟进了我家，阴恻恻往沙发上一坐，开个短会。我认命的打开电脑，最近我的行程安排一塌糊涂，主要是就餐方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您说。你说呢？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英俊帅脸上左眼皮跳，真的火了。我盖上电脑，轻轻跪下。如果您说的是晚上的约会，是老板娘这几天一直在钉上催我。李曼妮为什么会有你的钉？果然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我也想知道。苏景川平息了一下怒火，她不是老板娘，你要是再在工作中夹带其他人的私货，那你不用干了。我晴天一个霹雳，我在公司干了整整7年，从什么都不懂的秘书助理干到现在的位置，陪着他从空降少主到今天说1不2的话事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竟然因为他的未婚妻要辞退我，他不知道李曼妮有多凶啊，跟只吉娃娃似的，从第一面就冲着我乱吠。如果我被辞退，大龄未婚的我怎么找工作？我鼻尖一酸，抽了张纸巾。苏景川神色和缓了些，下不为例。他掏出1份打包盒放在桌上，有些疲惫地扬了扬下巴。吃吧。竟然是那家意大利餐厅的焗龙虾。我咽了口唾沫，摇了摇头。我最近气色不好，不能吃夜宵。苏景川的眼神瞬间染上了杀气，我只好含泪吃下了整份焗龙虾。资本家叫人加班的花头可真是越来越多了。第2天晨会结束后，苏景川留了我。这次婚礼你统筹操办。我愕然，但他的眼神不像开玩笑。我尴尬地扯了扯嘴角，这不好的吧？毕竟这是老板您的私事。苏景川淡然地推了推金丝眼镜，强行把私事变成了公事。婚礼规模不会小，到时候肯定会做公关。那新娘那边会不会有意见？苏景川漆黑的眸子转向了我。钱我出，是你定。我还想拒绝，张了张嘴，实在找不出什么说辞。毕竟秘书这个职位的事权确实很模糊，生活助理也涵盖在内。苏景川还算不上我家总裁柔弱不能自理，但你看，吃个饭都是我拿主意。他家装修的时候正忙着开新产品线，也是我找设计我监工。不过结婚这个事情毕竟不比其他，我心里说不出的堵。这都什么事儿啊？我都还没谈过恋爱，我就要给苏景川和吉娃娃操办婚礼。我忙前忙后，吉娃娃穿着纯白婚纱风光大嫁，人还在传我是跟了苏景川7年的地下情人。要来这一出，我的人设的变得多忍辱负重。苏景川，你是人干的事儿半点都不沾啊！我满心不乐意，但谁叫我只是个打工的，不情不愿地打开新闻档。大概的时间和预算是多少呢？时间你看着办吧，预算3000万。我打字的手顿住了，怀疑我的耳朵出了问题。我问多少？苏景川坐在老板椅上，轻巧地说：3000万。我原地窜起来，走了2步，颤抖着拿起茶杯喝了口水，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再回到沙发上端庄坐下。3000万，全由我负责。我从来没有经手过这么大的项目，婚礼这一环接一环，多少名目啊！这一轮一轮招投标，我能捞多少回扣？叶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我食指如飞，噼里啪啦在电脑前写项目策划，结，尽快就结，越快越好。苏总，我保你风光大婚。我是被苏景川从办公室里丢出来的，临走还恶狠狠附赠我一个滚字。不重要，他现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他是我亲爹。即使他要娶李曼妮又怎样？我叶希愿意认这个吗？哎，什么狗血三角，什么修罗场，
不存在的，我们3个就是幸福的一家。正当我在办公室里食指如飞的写婚礼策划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你给我出来！好的好的，正在来的路上。李曼妮约我在2个街区外的咖啡馆，我进去就遭了冷冰冰的眼刀。大小姐环着手臂，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我谨小慎微地拉开椅子，在她对面坐下。你好，什么事啊？李曼妮啪的一声把手机扔在桌上。锦晨哥哥昨天告诉我，他不会跟我结婚。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整个咖啡馆的人都看着我俩，我一下子被他问住了。苏景川不跟你结婚，你不该去问他吗？关我什么事？我怎么解释？他一把扣住我的下巴，把我整个拖到他面前。是不是你在他耳边吹耳旁风啊？假惺惺给我们安排约会，实际上逼他跟我分手。我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但他的美甲尺一样的长。我赶紧安抚他，没有的事。今早他还跟我说要花3000万娶你。3000万啊姐，你是我唯一的姐。李曼妮懵了，我赶紧把我的脸摘出来，躲得远远的。李曼妮回过神来，真假的？你不会又在骗我吧？我把刚写的策划展示给他看，我说怎么会呢？婚礼都在走流程了，妥妥的。他巴不得早点跟你完婚，我也衷心期待着那一天。李曼妮眼中起了警惕，你们不会想吞了我的嫁妆，贪了我家产业，再把我踢走吧？我嘱咐少看点言情。李曼妮哼了一声，轻蔑地打量我几番，眼里流露出算计。好啊，既然这样，你陪我去逛逛吧，采购些婚礼用品。她起身，包臀连衣裙勾勒出玲珑的曲线，提着铂金包，气势逼人地等着我。好一出鸿门宴。李曼妮把我带去了爱马仕，店员一见她就把她请进了 VIP 室。她打了个响指，我要订婚礼珠宝。店员捧着产品册，毕恭毕敬地呈给她。李曼妮摘了墨镜，笑里藏刀地拍拍身边的位置。叶秘书，你坐啊。我心里发虚地坐下。我们1688女孩进爱马仕，确实需要勇气。李曼妮把画册摊在我膝盖上，一页一页翻着点评。叶秘书觉得哪个好？我发自内心的赞美，都挺好。李曼妮嘲讽道，看仔细点儿，毕竟叶秘书你不要说买不起，就连看都没机会看。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可以百度。李曼妮一梗，我继续说，百度一下什么都有，包括爱马仕官网。其他热心有钱人还会 PO 在抖音小红书跟我们分享。李曼妮气急败坏地剜了我一眼，看我做什么？不知道现在信息时代，你工人奶奶眼界宽着呢。我俩唇枪舌战，店员见缝插针的介绍，这是今年新出的限量款，钻石很闪。我和李曼妮闭上了嘴，脑袋顶着脑袋，看着图上能从脖子挂到肚脐眼的全套钻石，眼睛放光。我问多少钱，店员说打完折1068万。我眼中的光熄灭了，李曼妮没有。李曼妮还用1尺长的美甲点了点画册。有实物吗？店员说只有一个配套的手镯。李曼妮说拿来试试。李曼妮戴上了100多万的手镯，在聚光灯前照着镜子，得意地瞥了我一眼。我输了，输得好彻底，那钻石好闪，我感觉我生命中有一些美好的品德被摧毁了。在钻石的光芒中，我感受到了我的无力与渺小，大概是我脸上遗憾、屈辱的神情太过明显。李曼妮越发得意了，随手指了双布灵布灵的高跟鞋，给我试试这双。店员捧着鞋子要给她跪地穿鞋，李曼妮往沙发上一倒，翘着2郎腿。不用，我要他来。她挑了挑眉，看向了我，眼中泛着恶毒的光。叶秘书，你没事吧？大小姐，你侮辱我会上瘾吗？我打开了电脑，现场写起了 Excel 预算表，放回去吧。这双鞋咱们不买了。李曼妮想不到我竟然会拒绝。你说什么？你花了1000万订项链，我这边预算不够了，鞋子能省就省吧，反正裙子一概就看不着了。李曼妮满脸的问号。你在说什么？我一本正经的忽悠，3000万不单单是给你花的，婚礼还有酒桌、场地、置景、置装、鲜花、酒水、宾客的往来交通费和住宿。鉴于你们的身份，还有一个大头是公关，所以你看，其实费用是很紧的。你这双鞋我批不了。李曼妮猛地站了起来。我买婚鞋为什么要你批？我摊了摊手，因为婚礼交给我操办了。李曼妮气得当场拿起爱马仕要砸我，我大吼一声，钱从我这儿走，所有的钱从我这儿走，再砸项链都没有。李曼妮还有一丝理智尚存，停止了袭击行为，脸上写满了遗憾、屈辱、愤恨和不甘。我乐了，求我啊！李曼妮丢下一句，你等着，我要告诉景川哥哥。拎着包气急败坏地走了。我喝着店员递上来的茶汤，试了试他那双鞋，确实挺好看的。等我哪天从他的婚礼上抠点钱，我也买一双。走出店门，我接到了苏景川的电话，他问我在哪儿，就是这个狗男人让我承受了一切。我听到他的声音就来气，理都不想理。他的声音寒了8度。你今天下午不在公司，没请假也没打卡。我记起来，这个狗男人是我的老板。我出来置备婚礼行头了。香槟色宾利很快出现在车流里，坐上副驾驶，我打量着他的神色，神色如常。看来李曼妮在他面前可不像对我这样金蛇狂舞。苏景川的目光缠过来，
置办了些什么？珠宝。他微微有些诧异。什么珠宝？我说，一套爱马仕的钻石，1068万。苏景川破防了，但是总裁毕竟是总裁，别的没有，钱还是有的。支着车窗把剩下的话憋了回去。喜欢就买了吧。我默默地撕着风衣上的球。有钱人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他问，晚上吃什么？不吃。吃什么吃？气都气饱了，狗男女。他打趣。一下午花1000万，你还阴着脸啊？又不是给我买的，你那狗老婆还想让我跪着给她穿鞋，千言万语都在杀人的目光中。苏景川扭过头去开车。后天有个企业家晚宴，名单发你了，你一会儿看看有什么人情往来的需要，去我家清点一下礼物。我瘫在椅背上。大小姐买项链，我加班。这个世界真不公平。我从苏景川的车里瘫到了他家的沙发上，看他在厨房里鼓捣了番茄牛肉包。我吃了2碗。对付他老婆是我的工伤。吃饱了，恢复了一点精神。我去地下室的储物间翻礼物。我跟了他7年，知道生意场上有很多事情都不是靠表面规则做成的，一般都靠人情往来。人情往来就要送来送去，别人送苏景川的，我要搞清楚能不能收，能收的按价格规制，然后要送礼的时候看对面是什么人，求他办什么事儿，送相应的东西。我穿着拖鞋在抽屉里翻东西，苏景川就倚着门框看着我。突然2瓶圆滚滚的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问，谁送你的这个？在一个单身男人的储藏间里翻出黑白绷带，我是真的绷不住。苏景川手握拳头，咳嗽2声。忘记了，你拿去吧。最近脸色黑得跟包公似的。这狗东西说话没一句爱听的，就你拿去3个字勉强能入耳。我说，怎么一直有人送你胭脂水粉啊？我不理解，我每年都能从他这里翻出什么粉底液、口红、卸妆油、海蓝之谜，他用不上的都归我。苏景川说翻脸就翻脸，脸色一阴，咬牙切齿。你觉得呢？我想了想，他们是不是想看你女装？苏景川愕然，随即冷笑了一声。叶希，我真怕有一天忍不住把你给活活掐死。随便吧，死就死吧，我也活得不痛快。这一天天的都什么事儿？就当我俩在储藏室里商量送礼的事儿。门铃响了，门铃里传来李曼妮柔弱的声音：景川哥哥，我来给你送刚出炉的小蛋糕。我一听见那声，就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谁能想到李曼妮还有2副面孔？我指了指楼上，又指了指储藏室，压着声对苏景川道：你先去，我在这儿躲会儿。他问：怎么，什么时候还喜欢上了做贼？我赶紧捂住他的嘴，被他看见了不好，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苏景川漆黑的眼珠看过来，嗓音变得又低又瓷。洗不清什么？听起来比深夜男主播还撩。敏感的手心也被气息擦过，又湿又痒。我猛地立正站好，把手背到了身后，咽了口唾沫。就是那个，你懂得。苏景川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不懂，你不是来挑礼物的吗？你怕什么？他舔了舔嘴唇。还是说你对我有点不老实的想法，心虚？我赶紧把他的嘴重新捂死，手头有针线，我就缝上了。哥，你真没听见你老婆在上头喊你吃蛋糕啊？苏景川好笑地瞪了我一眼，甩开我的手，丢下去。上来。转身去开门，我窝在原地不动，因为我不傻，我不想再跟李曼妮大战一场了。一天一场就差不多，一天2场，我得短寿。我计划得很好，窝在地下室等他们聊完。可惜的是，李曼妮也不傻。苏景川一开门，李曼妮就往里冲。景川哥，你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啊？是不是家里有客人啊？楼上响起挨门挨户查房的声音。苏景川明显不爽。你什么事？他是个领地意识很强的人，性格很毒，平常家里都不准人来，阿姨打扫都要挑他上班的时候。现在李曼妮四处乱窜，语气透出不耐烦。我说了呀，我来给你送蛋糕。银泰那边新开了家蛋糕店，可好吃了，我排了老长的队送来给你尝尝。送到了那就回去，找什么呢？跟鬼子进村似的。我听脚步声往楼下来，慌的一批，到处找地方躲。可地下室是个4.5米挑高的大茶室，连个能躲的地方都没有，从高处看一览无余。李曼妮一走到楼梯口，就将我当场抓捕。叶希，你这个坏女人！苏景川，他为什么在这里？苏景川嘴角微微一压。你喊他什么？你再喊一遍。李曼妮后退了2步，又怂又凶的狂吠。苏景川，叶希为什么在这里？眼看2人吵上了，我一手捧着1瓶黑白绷带往他们身后绕过，结果哈，其实我是来这里加班的。李曼妮歪出半个身子。你加班需要加到上司的家里来吗？你有没有廉耻？还加班？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当我不知道吗？我也觉得这黑白绷带端着看起来不大像话，那不是刚才没在底下找到塑料袋吗？我赶紧背到身后，想了个万全的说辞，别误会，这我男朋友送的。你居然还有男朋友？苏景川气得骂了句英文。你就是她男朋友吧？李曼妮尖叫得像只开水壶，这是什么修罗场？整个晋西北乱成一锅粥。李曼妮说，苏景川，你快把这个坏女人赶走，我不想再在这里看到她。李曼妮疯起来就要冲上来打我一耳光，苏景川挡在了我身前。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这房子是他辛辛苦苦装的，他爱怎么来怎么来，爱干什么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大半夜跑到我家里对他大放厥词？李曼妮眼圈瞬间红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是你未婚妻。苏景川嗤笑。我认吗？李曼妮难以置信。你为了一个野女人，连我都不认了。苏景川额角青筋暴跳，脸上反倒挤出笑。你这张嘴就是学会喊人对吧？好。他撸起了袖子，打开了手边的壁柜。我知道他这是真发火了，赶紧溜了。那个，要不你们先吵，我家里还有事。可是他接下来抄的家伙让我两腿一软。他抽了根马鞭，他笑着推了推眼镜，说话特别温柔。李曼妮，从小到大我都把你当妹妹。李曼妮说。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你。苏景川说。长辈说话你可以随意打断的吗？苏景川把马鞭抽在柜子上，一步一步走近他。你没有家教，没事，哥哥今天就教教你该怎么跟人说话。苏景川说着，把眼镜抽掉，扬起了马鞭。我脑袋里当时只有2个字：我靠！李曼妮也被吓傻了，这千尊万贵的大小姐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尖叫着冲我跑来。救命啊！我硬着头皮把她搂在身后。苏总，您这是家暴！苏景川一心要犯法。李曼妮，你给我出来，看我今天不抽烂你的嘴！李曼妮抱着我鬼哭狼嚎。叶秘书，你看看，他打我！苏景川冷着张脸解开了领带。呵，这不是会好好叫人吗？那我们今天就清个总账，也好过一天天那么闹。他们俩对着我秦王绕柱，我能怎么办？我只能劝啊，大半夜的怎么还打孩子？算了。苏景川说。都是你惯的。苏景川看上去真的很想抽他一顿。李曼妮在我身后哭得妆都化了。家暴是犯法的，家暴只有1次和无数次。苏景川被气笑了。对，所以你识相点，赶紧把婚退了。李曼妮的嘴比铁还硬。我不，就是说完就跑。苏景川被气得七窍生烟，提着马鞭就追。他跑，他追，我看他插翅难飞，扑上去从背后搂住了苏景川的腰。算了，把孩子打坏就不好了。苏景川一僵，在我怀里安静了下来。眼看李曼妮跑到了大门口，苏景川冷喝道：蛋糕放下！李曼妮嗷嗷哭着把蛋糕摆在玄关上，大喊一声：苏景川你等着！摔门而去。巨大的别墅里回荡着关门声。苏景川再没动作。良久，我松了口气，好险！我都硬着头皮打算跟李曼妮再干一仗，没想到苏景川直接 A 过去开团，把李曼妮狗头都给打爆。这也太猛了！这也气势汹汹的男人在我臂弯从暴怒到平静，一只大手落在我头上，宠溺的揉了揉。不气啊！他连眼神柔和。没人能这么说你。哦，原本李曼妮对着我狂吠，我心里是挺堵的，又闷又气，说不出的不舒服。但是苏景川能操家伙维持正义，我就没顾得上委屈，还有点好笑。我嘴角一弯，正撞进他黑沉沉的眸子，那张俊脸揶揄看着我，嘴角也带着笑。滋味还好吗？苏景川转身靠在吧台边上，握着我的手顺势往怀里一带。我很好抱嘛，你都不肯撒手。我赶紧撒手站直，把头摇成拨浪鼓。对不起，下次不敢了。苏景川不解地挑挑眉，我笑得比哭还难看。认识你也小10年了，谁能想到你还打人啊？苏景川淡声道。我不打老婆。他抄起李曼妮的蛋糕，一口塞进我嘴里，漆黑的眼睛盯着我。我对我老婆特别好。躺在床上，我的心还是轻飘飘的，想着苏景川那句我对我老婆特别好，想着他说这句话时的眼神，像是冲着我。我正胡思乱想，手机屏幕亮了，是我妈给我发微信，问我要我哥的买药钱。我记起来今天是5号，赚了3280过去，我妈收了钱，再无下文。我拉了下我和我妈的聊天记录，聊得没几句，转账收款居多。突如其来的现实让所有起立的念头变成梦幻泡影，仿佛当头一捧冷水把我浇醒。我枕着胳膊，想起苏景川从没说过喜欢我，看见我总是皱着眉，一副很嫌弃的模样，说话也阴阳怪气，还总叫我加班加到昏天黑地。我们之间没有半分情感，全是金钱。再说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他要对我有什么，不该早有了吗？可见不是我，他这样的富二代，没有李曼妮也会有个张曼妮、刘曼妮等着跟他结婚。高富帅总裁配白富美，我们普通人吃瓜看戏就好，戏里没有我们的位置，属于我们的只有贫穷。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睡觉。接下去我还是正常上班。李曼妮依旧在盯盯我，被打了一顿之后，她变得高冷，每天上线只有一句话：今天苏景川在吗？在。交流就此 over， 明天循环一遍。也没有别的动静，可能是因为不敢当着苏景川的面作妖，李小姐选择隔空作妖，豪掷千万买了个热搜，公布了她与苏景川的婚讯。马毅终于等到了一个公关事件，摩拳擦掌的从苏景川办公室出来，往我这串门。叶秘书，什么事？马毅猥琐的抖了抖眉毛。苏总让发公关稿，否认跟李小姐的婚讯。这人怎么这么爱八卦？像瓜田里的茶。知道，他说过了。马毅自顾自坐下，双手交叉支着下巴。他还说他有个交往7年的女友，感情甚多。这个就没有听说过了，太假了，编的吧？马毅又猥琐的抖了抖眉毛。是吗？你别看我了，肯定不是我。我要是老板娘，
我干点什么不好，我来上班，我也不觉得是别人。他如果有个交往7年的女朋友，那都能追溯到我们大学了，没可能我不知道。他真是张口就来，强行说自己有老婆，其实根本没有。马毅敬畏地看着我身后，我咽了口唾沫，回头正对上苏景川要杀人的眼神，我默默把头扭回去，假装写材料。一切的解释在被领导捉包的情况下都是虚无的。苏景川什么也没说，低气压地走进总裁办，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晚上吃什么都不跟我商量，工作也不交代，还是我主动去戳戳他，问他明天的工作安排。要去外地开会。我说好的，他也没回，心眼真小。不就说他没老婆吗？他那个薛定谔的老婆还貌似融了一些我的生平经历，我也没问他要版权费啊。我拉了拉聊天页，今天的好短。苏景川走的第一天，李曼妮照常叮叮我在吗？我们现在已经很有默契了，他都不打全句，就打个在吗？光看我俩的聊天记录，你都想象不到他是个把我当作情敌的白富美，他看上去更像一个锲而不舍的饥渴聊骚男。我看了眼紧闭的总裁办，不在，这是我回的最后悔的一条消息。因为很快李曼妮就杀来了公司，她今天穿了一身黑，眉毛是上翘的，嘴唇也是吃了死孩子的红，让人一看她的妆容就知道这个女人已经黑化了。果然，她一上来就踹开了我的办公室。叶秘书，你被辞退了。我们这层全是透明玻璃隔开的会议室，她一声吼，所有同事都放下手中的电脑，眼中放光的回头看我。马毅这个混账竟然还拿出手机开始录屏，叽里呱啦不知道在跟谁直播，我头痛。李小姐，你哪位？说开除我就开除我。我是你的老板娘。李曼妮拽住我的手，把我从办公室里拖了出来。景川哥已经不需要你了，你赶紧离开这里。苏总需不需要我另说，但辞退要按照基本的劳动法。我们的辞退流程要走2个月，给员工充分的准备时间和辞退补偿。李曼妮霸气十足的将黑卡丢在我脚下，给你1000万，现在立刻马上离开他。我可耻的心动了一下，但按照我现在的工资加上公积金，1000万只能买断我20年不到。鉴于我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工作，起码得是1762万，我心里估了个最低报价。你以为这点钱就能收买我吗？叶希，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哦，我知道了，他给你更多对吗？那倒没这么多，胜在稳定。如果我还想跟他讲价，李曼妮已经扑了过来，我躲得比狗还快。他够不着我，就发疯一样把我桌面上的东西全给砸在了地上。同事们终于不看戏了，冲出来挡在我面前，质问李曼妮：“你怎么还打人呢？”李曼妮说：“他抢我老公，我打他怎么了？我打他还要挑日子吗？我没撕烂他的脸就不错了。”李曼妮理直气壮地指着我的鼻子骂：“叶希，你有没有点羞耻心？你明明知道他要结婚了，还缠着他不放，为了几个钱，你破坏别人的家庭，你龌龊不龌龊？”出来打工，我可以忍受任何委屈，但是他侮辱我的工作，那就触到我的底线了。我推开护在我面前的马毅：“李小姐，如果你老公结婚了不能有女秘书，那你就把他带回家拴起来，因为他就算没有女秘书，他工作过程中也有女下属、女合作方，你岂不是要尖叫昏厥？”李曼妮嗤笑：“哈，你跟他们能一样吗？他们可不会缠着他要这要那，不会伸手管他的钱袋，更不会深夜去他家留宿。”我气得浑身发抖，在众人诧异的眼神中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手心里。我说：“我作为秘书，确实会经常去他家送材料，也会管理一些行政项目的钱款，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权责。”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老板给了我额外的报酬，那也是他觉得我应得的。保安在哪里？保安把他架住的时候，李曼妮满脸写着难以置信。你敢对我动手？我说：“公司出入是有规章制度的，不要把不相干的闲人放进来。”保安偷偷看了眼李曼妮，可他是公司是工作场所，没有家属，只有职员，听明白了没有？保安队长站直了。明白。李曼妮扭动着，姓叶的，你少拿着鸡毛当令箭。我打断他的叫嚷。法务，小江举手。在这里，在这里。我说：“李小姐来公司闹事，砸坏了不少东西。”小江捧着笔记本噼里啪啦一顿输入。那必须要赔钱的呀，不只是损坏公物，还妨碍我们正常经营。我冷冷道：“起诉。”李曼妮说：“你们讲不讲道理啊？你们公司就是这样包庇小三的吗？”李曼妮突然扭开保安，冲我高高扬起了手，她的手腕被人猛地攥住了。背后的男人黑西装、白衬衫，头发因为奔跑有些零散。他一出现在混乱中央，强大的气场就平息了一切混乱，就像往常。我鼻尖莫名有些发酸。苏景川说：“小江，起诉书上再追加一条，侮辱、诽谤叶秘书，当众散播不实谣言。”苏景川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有威严。小江愣了一下：“老总，这个得叶秘书自己去起诉，我们不负责员工名誉权。”苏景川越过人群看着我：“现在负责了。”他看我的眼神包含太多情绪。李曼妮的眼圈红了。明明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你却只知道护着别的女人。苏景川甩开了他的手，冷笑道：“呵，我的订婚典礼
既没有通知我，也没有邀请我，我还是从马毅的朋友圈看到的。就这，你也配叫未婚妻？人群里嗡的一声炸开了，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结束的。等我回神，我已经坐在苏景川的办公室里了，胸口酸涩的不得了，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苏景川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纸巾盒，一张一张递给我。他把一杯热巧克力推到我面前，安慰道：不生气了，不生气了。我摇摇头，我不是，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他应声，我知道。我说，我升职加薪都是靠加班，他说，对，你比谁都认真负责。我嚎啕大哭。可现在大家都觉得我是靠不正当手段上来的了，他们觉得我只是你的情妇。我被拥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他说，不会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办了什么事，做了多少活，大家心里都有杆秤。是吗？我倚靠着的胸膛里传来了一声低笑。况且你也不是情妇。也许是周身被我喜欢的木质调香水包围，又或许是因为得到了温柔的安慰，我的心情逐渐平复了下来。十几分钟后，当我从哭得懵懵懂懂中彻底醒来，我蓦然惊觉，等一下，我为什么会紧紧搂着苏景川？我赶紧把他推开。李曼妮刚来闹过，我的名誉岌岌可危。我刚指天发誓我叶秘书清清白白，转头就跟苏景川搂搂抱抱。上了法庭，罗翔都没法保我胜诉。苏景川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我跟他没有关系。我跟你也没有关系啊。我说，孤男寡女还是注意一下吧。我转身往外走，指尖够到把手。我说，我不想因为你的私事再受牵连。苏景川的手越过我的肩，砰的一声把门摁上。他的气息很热，激起我小小的战栗。他说，对不起，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是不是找过你很多次麻烦？抱歉，以后不会了。我赌气道，哼，秘书不就是被找麻烦的吗？他解释道，公司现金流出了问题，他家有钱，父母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给我订了婚，我没去。我一愣，转身看着他。苏景川眼圈红红的，额发散乱着，看着有几分弱气。想不到苏总你这是被强取豪夺了啊。他柔弱可欺的垂眸应声。我说，不早说，我还把李曼妮当个祖宗似的供着。他说，你没问。我像是被烫了一下。他说，所有人都知道，除了你。他扬眼，眼中满是控诉。你对我不闻不问。我回去以后点开了马毅的朋友圈，苏景川的婚讯，我也是在这儿看到的，盛大梦幻。我当时瞄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就赶紧划走了。关我什么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看都不想看。但是现在我已经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底下满屏的恭喜，以及在满屏恭喜里一条气得跳脚的回复。苏景川，你怎么去了？我都没去。马毅，真的假的？苏总。苏景川，假的，封建包办，予以抵制。于是祝福就变成了一连串的抵制。我捂着脸轻轻笑起来。果然大家都知道，除了我，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刻意回避苏景川的私事。我们每天一起上班下班，但我们离彼此又很遥远。我知道年轻英俊，身家上百亿的总裁，总有一天要属于什么人，或早或晚，反正不是我。所以我想他的事又何必？想了也不过徒增伤心。不关心，不讨论，不介入，甚至不去看。我把自己隔离了起来，这就是我跟他保持的距离。没有期许，也就不会失望。不过苏景川好像从没让我伤心失望。我红着脸挠了挠脖子，真是哪个正经人没事翻朋友圈啊？一声电话铃打断了我的脸红心跳，是我妈。她说，阿七你赶紧回来一趟，你哥住院了。我刚刚冒头的喜气瞬间就被冲淡了。当天我把所有的工作安排给了助理，然后自己给自己批了个假，坐上了回家的动车。我家在湖北农村，我哥的肾不行，小时候打针打坏了，干不了重活，每个月要还一笔不大不小的医药费，是真的困难。当年差点连大学都读不起，要不是我坚持，家里18岁就把我嫁人了。也亏得我咬咬牙，又是助学贷又是奖学金，没日没夜的打工，总算混了张文凭，在城里找了份工作，算得上逆天改命。不过我已经肉眼可见的触摸到了天花板，买不起房，买不起车，结不起婚，狗都养不起。我的终点不过是别人的起点，就像那个笑话，平时是 Selina， 回家是翠花，这就是我的真实写照。摇了7、8个小时到了县城，在招待所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起来坐中巴回村。我家在村里算是条件不错了的，前几年我给了他们30万，二老手搓了栋3层小洋楼。没错，我家的楼是我爸妈徒手盖的。进门的时候，我妈正在院子里捉鸡，这情形怎么也不像我哥进了 ICU。我妈看到我很平静，回来了。我问我哥呢，我妈说老样子，楼上坐着呢。我大为光火，那你叫我回来干嘛？我妈用围裙擦了擦手，给你说了门亲。我一口气没上来，转身就要走，我妈把我拽住，来都来了。我说我坐了一宿的车。我妈说你都快30了。我妈说话总是这么扎心。我妈说老一个人单着也不是个办法，妈给你找的这门亲事老好了，你保准喜欢。我说你可拉倒。我妈拍着胸脯，我家闺女出了名的优秀，妈不会给你找那些歪瓜裂枣。
妈给你找的是个城里回来的小伙子，人背棒，长得又俊。我不相信他说的俊，不过这时候全村都过来围观我，我也走不了。我最近不好意思回公司，休了年假，待哪儿不是待，就在村里住下了。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我家院子里坐着个男人，1米8几，又高又瘦，头发染成白毛，戴着单边黑色耳环，比我还潮。我心里靠了一句，村里还有这号人物。我妈坐在他对面扒饭，你怎么不拾掇拾掇？这么邋遢就出来了。男人回过头来，眉眼修长，鼻峰笔挺，清秀中透着分衣食无忧的慵懒，上下打量着我。我穿着睡衣，叼着牙刷，耷拉着拖鞋。我本来以为这个村里没有我在意的人，没想到我妈真能找到个帅哥。帅哥跟我互换了一下姓名，邀请我去田间地头散步。出门的时候，我妈拉着我，彩礼问他要30万，不能再低了。我冷笑一声，甩开了他的手，等着，出门就把人去了。帅哥985的，毕业后进大厂干了几年，快猝死了，来我们村里创业，承包了老大一块土地，搞农场。因为颜值很高，拍的又是农村题材，视频唯美，人称男版李子柒。他伸手跟我握了握，我叫李子八。你是真的能蹭。李子八带我巡视了他的田间地头，问我有没有兴趣回来跟着他干。这村里不是老就是小，他听说了我金光灿灿的履历，早就瞄上了我，想把我这个本地人挖掘回来一起创业。我妈一听就误会有彩礼可收，钱好说，工作比城里格子间总好，比较自由。李子八是大主播，不缺钱，现在什么都难干，就互联网自媒体欣欣向荣。我看着眼前绿油油的旷野，脑海中闪过苏锦川的脸，一本正经的他，风度翩翩的他，阴阳怪气的他，还有专注的看着我，眉眼温柔的他。乡下什么都很好，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城里物价高，房价高，每天挤地铁，格子间里没日没夜。可他在城里啊。我低头拖了拖脚下的黄土地，说我工作还挺好的，老板是我师兄，人很优秀。他问优秀到你能为他996？我点头肯定。李子八看我的眼神洞若观火，他说干活去了。我冲他摆摆手，来都来了，玉米熟了，收玉米去了。我正在田里收玉米，手机响了，是我妈。我看到就烦，挂了。他锲而不舍，等他打到第3个，我终于接了。喂，第4声，表达我强烈的不满。我妈的语气带着丝敬畏和颤抖。你老公来了，你跟八子在哪儿呢？赶紧躲撒。我一脸诧异。我妈絮絮叨叨，你怎么不说你嫁人了？我还给你张罗婚事，这可好？我看这女婿也不行啊，脾气贼差。我心口一跳，你跟他说什么了？我妈说，我说你跟八子相亲去了，他一下子就冲出去了，看样子8成是要打你。手机滑落，我已经看到绿油油的田埂中，苏锦川一身黑西装杀了过来。我想也不想蹲到了玉米地里。他说出来。我躲得更深了。他说你手里有刀。我经他提醒，才悄悄从玉米叶后露出一只眼睛。苏锦川冷笑，这么怕啊？所以真谈了个男主播，打算辞职？我不会批的，死了这条心。他把我从绿叶丛中拽了出来，他的手很热，我下意识正了正，没正开。他死死盯着我，别正了，没用的。大太阳晒得人鼻子酸。他把我拖到身前，叶希，我对你好，我不信你感觉不到。我哽咽道，对，你是很好的老板。他红了眼，我不是你老板，7年，2847天，3餐4季，你不能这么叫我。2847天，原来已经那么久了啊。他抚上了我的脸，轻轻抹掉我的眼泪。这么多年，你敢说你真的没有1分1秒想过我？我张了张嘴，曾经死去的记忆突然鲜活。图书馆里，我坐在他身边搜集资料，袖子玛萨的声音。一到吃庆功宴，他调了一碟火锅蘸料放在我面前。第一次去新公司报道，他穿着西装，百叶窗外的阳光落在他眉间，都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都还年轻。他是有钱人家的贵公子，而我除了助学贷一无所有，怎么没有想过呢？只是我哭得不能自已。学长，我不敢想，你很好，我配不上。苏锦川是连名字都闪闪发光的人，衔着金汤匙出生，没有哪里不优秀。那年他上台用英语做汇报的时候，流利到我甚至听不懂。我拼了老命够到他的城市，而他的世界我连见都没见过。在苏锦川接手公司，到处参加企业家峰会的那一年，我要筹房租，筹我哥的医药费，筹明天陪他出席峰会时，我1688的衣服够不够得体？我没有时间想爱，更没有心力想他。他近在咫尺，可美得像个我够不着的梦，一点风就会醒。7年前你这么想，现在依旧这么想。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就没半点长进。我刚开口说了一个我字，就被他打断。苏锦川咬牙切齿地望着我，我不听，哪怕我们之间有天大的差距，我也已经向你走了99步，我一个人。7年，我抗住了，你呢？你能不能向我走一步，哪怕1小步？叶希，你不是没有勇气的人，为什么单单对我这么吝啬？风吹旷野，天地都寂。那一瞬间，我脑袋里空空如也，管他呢。我想，我不可一世的苏学长，他都哭了啊。
两道人影并坐了一处，是我投入了他怀里。苏景川为了证明他和我没什么不一样，非要帮我收玉米，然后就割伤了手。我扑哧笑出了声，原来他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他凑上来，理直气壮地把手捧给我看，笑还笑，就这么点伤，送去医院都结痂了，要吹要哄。我笑道，你还挺喜欢撒娇。苏景川瞪我一眼，眼中竟然有点娇怨，然后就不依不饶地凑上来腻了腻我。太阳暴晒，我一身汗，他还和我贴贴。我突然觉得那些我很在意的距离，在这样的亲密中灰飞烟灭了。我牵着他走在故乡的小路上，问，你怎么找过来的？他眉宇间带些淡淡的忧郁。你不上班不回钉钉，我以为你一气之下辞职了。说我看上去随便，其实心气挺高，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年都不愿意跟他有什么。李曼妮败坏我名声，他怕我从此以后就不来了。我说，那也不至于，我确实想逃避一阵子，但我不可能不回去，毕竟他在那里。他凤眼凌厉地斜了过来。我坐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这儿，好大一个惊喜。我说，哎，这年头的相亲哪个不是应付？我妈骗我过来的，人家都没这个心思。苏景川把我攥得死死的。那你有吗？我扣紧了他的食指，没有。我见到你就没有想过别人。我承认我懦弱胆小，如果没有他走向我，我大概会守着这份淡淡的向往到棺材里。时间太久，连我自己都有些模糊，只想在这个触手可及的梦里长醉不醒，迷糊度日。只有苏景川这种闪闪发光的人，才会不顾一切地挑开那层窗户纸。我说，你别光顾着说我，倒是你跟我妈胡说八道什么了，把人吓得。苏景川倔强地把脸别了过去。没什么，我就是进门就喊了声妈。当晚我就带着苏景川走了，因为我妈不喜欢苏景川，她喜欢李子巴，觉得苏景川脾气不好。等我说苏景川是我老板，她又看他顺眼起来，张口就要他给我哥在县城买套房，才同意我俩结婚。我气得直发抖，苏景川把我摁住了。他坐在我家的破沙发上，拿出平日跟人谈判的架势，长指点着桌。妈，这个我做不了主，家里阿西管钱，这事你得跟他商量。我妈将信将疑，看我的眼神起了敬畏。离开的时候，我长长的舒了口气。我喜欢我的故乡，但我回不来。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有家人，但没有很多的爱。我知道他们不怎么爱我。我穷困潦倒的诞生，随随便便的长大，就像地里的野草，风一吹，不知怎么就茂盛了。其实没有人管过我，没有人给我挡风遮雨，除了我看向与我交握的那只手，修长而结实，带着暖暖的体温。苏景川与我十指交握，无名指上戴上了钻戒。没关系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我问他，这么自信？他说7年了，也该是时候不再拒绝我。他拍了拍方向盘，你看我还是开着保时捷来的，够不够给你打脸？我指着我妈新发来的微信，他们不认识保时捷，问你开的什么车，是不是个骗子？我回去之后休假了1个礼拜，等公司陷入彻底的混乱，大家哭着喊着在钉钉上求我回去，才施施然回到了办公室，用事实验证我叶希升职加薪靠的是实力。大家一谈起秘书这个职业，就觉得带点桃色，看不大起。其实公司50%的决策是我做的，其他高层的女性助理也一样。但凡领导很忙，或者领导想偷懒，秘书和助理就是有实无名的决策者。我坐在办公室处理了7年的事务，我就是头猪，我大小也是个人物。苏景川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除了人脉这一块，他是2代，我是平民，我拍马追不上，其他的我业绩也不差，回来就是马不停蹄的加班。公司的现金流确实是出了点问题，因为苏景川想开新产品线，一直在烧钱。别看他人模狗样一个霸总，其实我们公司是做小零食的，就是那种不管天南地北的小卖铺货架上一定会铺的国民级零食，技术含量0，盗版无数，但就是永远都在热销。苏景川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他想做高消费。本来公司的流水完全烧得起，问题就出在李曼妮为爱搞事，有几个股东要退出，苏景川要抢他们手里的股权，现金流就一下子捉襟见肘。这天大家正在会议室里挠头哪里去搞钱，我跟他们讲了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完全可以利用这件事。李曼妮不是特别有钱吗？还特别喜欢咱们苏总。苏景川很警惕，浑身的肌肉都绷紧了，像要被丢掉的野兽。你想把我卖给他？我说不，我哪儿敢啊！我是觉得吧，可以刺激他一下，他说不定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苏景川眯起了眼睛。当晚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我跟苏景川手牵手的照片，照片上我俩都戴着订婚戒指。果不其然，第2天苏景川就被骂上了热搜。马毅在会议室里跟10万个营销号对接黑公关，他说厉害啊，黑红也是红啊，有流量有话题，那就可以趁机带货。苏景川做产品是非常牛逼的，所有的口碑营销都买好了，从口感到包装就缺个引爆点。李曼妮给他微博热一挂3天，翻来覆去的炒，我们就趁着流量给所有自媒体 PO 主送了新产品，然后话题就歪了，从苏景川这个大渣男变成了苏家新出的饮料口感真特么神奇，仿佛看见了地狱。有这个话题度，我俩都不用出门社交，
资方跪着来我家投钱，事情就这么结了。谢谢李曼妮。苏景川提醒马毅，你这次可以升职，要是你把最重要的事情处理好。马毅难以置信。哈，苏总，我还有事没处理好。苏景川笑看了我一眼，把叶秘书的料都删了。事情搞得这样大，我也免不了被李曼妮挂出去。他一挂我，苏景川就花钱公关，态度非常坚决。你可以随便骂我，我不在乎，但你不能骂我老婆。就像他也没有带我看父母，他说没什么好看的，他们没养过你，你对他们没有赡养义务，他们出殡的时候你出席一下追悼会就差不多了，不必要看他们的脸色。苏景川的父母在整场事件里都没有出手，但凡他回家就是气呼呼的出来，他们短时间内不可能接受我。我逗他，这么自信我会嫁给你啊？我们都还没有谈过恋爱吧？他说别谈了，7年，我都快30了，等不起。苏景川牵着我的手，依恋地蹭了蹭他的脸，依稀是我在青葱岁月里深埋在心底的那个少年。他问，对了，婚礼的筹备你走到哪一步了？我说，哦，设计招标已经做完了。他说，给我看看。我说，是这个文件。他说，叶秘书，之后这个项目就不用你跟了，我们的婚礼3000万，1分都不能少，我怕你给我抠个2000万。我问，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他亲了亲我的唇，而且哪有婚礼是新娘操持的呢？婚礼交给我，我交给你。苏景川是在大3那年遇到的我被他室友带来塞进他的项目。苏景川见过很多美人，所以一见我就皱了皱眉。他不喜欢靠美貌往上爬的女人，适量行凶，把男人当作蠢货。他说，我不养闲人。我抢白，学长我什么都能做的。苏景川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但是我看他的眼光很直接，很热烈，也很清澈，很惶恐，一时之间拿捏不住他是在吆欢还是在说正经事。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我就被塞进了他的生命里。他很快就知道什么叫人不可貌相。我长得漂亮，但很能干，非常能干。他们做调查问卷，我能顶着大太阳发1个下午的传单，再把所有的数据用 SPSS 上分析好。每次组内交流会开完他，我把纪要整理完。有一次他在图书馆的会议室布置了资料搜集，第2天进门，我还在昨天的位置，穿着昨天的衣服，抱着电脑睡得很香。室友瞪了他一眼，说，学妹英语不好，6级都考2次才过，你还要他啃这么多英文资料。苏景川走到了他身边，看着厚厚一叠打印纸，全都是新查的生词，但到底是做完了。后来还有人不断想塞人进他的组，不乏院里的教授。你们组那个叶希不是学霸，也不是你的熟人，换了也就换了。苏景川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他是我的组员，院里有栋楼是他家捐的，他开了口，谁也不敢动他的人。项目拿奖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来找他，他正被堵在食堂门口。是校花冲他表白，他不是拖泥带水的人，那天却耐着性子听校花说了很久的情话。就因为我约了他，说在这儿请他吃饭，觉得自己有点无聊，就是想知道我看到了会说什么。我很快来了，准时是我的优点。骑到近处搅动刹车，瞪着大眼睛茫然无知地看着这一幕，然后站在人群背后兴冲冲看起了热闹。我甚至还跟围观群众一起起哄。苏景川心底里生出一点烦躁，丢下校花走向了笑嘻嘻的他。苏景川问，你请我吃饭？我点头，对啊。苏景川问，就在这儿。我起了警惕，那要在哪儿？苏景川说，馆子我挑。他是苏公子，没有人敢请他在食堂吃饭。我瞬间蔫了，哦了一声，很自然地说，那你上来吧。那天苏景川坐在28大杠的后座上，扶着我的腰穿过了整个学校。苏景川带我去了他常去的火锅店，我入了座，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2人单独吃了一顿饭，我一开始很拘谨，后来我吃的很多。他状似无心地问，请我吃饭做什么？我咽下了嘴里的小蘑菇，很诚恳地道谢。哦，谢谢学长。他扫了我一眼，热汤热菜，我浅淡的唇色变得嫣红，看上去很好咬。火锅的氤氲中，我的眉眼温柔。我拿了果奖，请学长吃饭。说是这么说，看到账单的时候，我差点晕厥，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最后又蔫了吧唧地接受了这个命运。苏景川抽出了黑卡，他的开销一般小同学承受不起。我很认真地敞开皮夹，用力挤着他把钱递出去，说好的，我请客。这种感觉很奇妙，有人跟他抢着付钱，而且他用的是一个粉色的印着小羊的牛仔布钱包。接近他的女人一般都在用 LV、香奈儿，不像他，小小的，很可爱。回去的时候，我推着28大杠走在他身边，他鬼使神差地问，你请我吃饭，没有别的话想说？我愣了一下，然后在缭乱的江风里害羞地垂下了眼睛。有的。他的心跳漏了一拍，连呼吸都屏住。我扭捏又不好意思地说，学长，以后有这种项目，能不能再带我？苏景川沉了沉嘴角，突然发现我来见他都没化过妆。当晚他久违地去了赛车场飙车，后来想起来，他就是从那天开始逐渐变得越来越暴躁的。他以前根本不是那样的性格。项目结束后，他们再没有什么交集，但是苏景川学会了去食堂吃饭，他从来没在这个狗屎的食堂吃过饭。他端着饭盆，听见期待中的那个声音响起，学妹实在是个神奇的人，他见不到他时总会想他在哪里，
在做什么，但是见到了就觉得还不如不见。谁家小姑娘会说哟，学长流里流气的，长腿一迈到他面前坐下，坐下的瞬间愣住了。你在干什么？我也愣住了。吃饭？他问。你吃的什么东西？真的是饭，一碗饭，一瓶大辣椒，还有免费的青菜汤，青菜都形单影只。苏景川很震惊。你很穷吗？我也没什么避讳。对啊，他第一次发现人可以这么穷。我虽然不打扮，但是我总是穿得很干净，很得体。他只以为我抠，我安慰他。不过我晚上吃得很好，我们后厨吃的可多了。什么东西？后厨？苏景川当晚又坐在了他绝对不会来的苍蝇馆子，看我围着围裙传菜收钱，忙得不亦乐乎。我说我家的番茄滑蛋肥牛饭特别好吃，我给他点了几个招牌菜，趁人不注意偷偷告诉他，我给你多加了个鸡蛋。我说这话的时候靠得很近，于是苏景川从那天起喜欢上了番茄滑蛋肥牛饭，喜欢到了每天都要来这里点一份的地步。我每次给他多加点料，他就可以请叶希吃吃喝喝点有的没的，不可以施舍，但可以礼尚往来。父亲问：你快毕业了，看中哪家小姐？他说没有。父亲问：你喜欢怎样的？苏景川看着窗外想，他老婆应该会给他做了很多的番茄滑蛋肥牛饭。情人节的时候，苏景川路过女寝，撞见室友给叶希送玫瑰，他愣住了。他好像从来没想过会有其他人喜欢他。他成天素面朝天，穿得跟个男孩子一样，但他很漂亮的。他看到两人在雪地里聊了会儿，叶希小嘴一张一合，全程都很严肃，然后接过了那束玫瑰。室友随即走了，他也上了楼。那天的课他半个字没听进去。吃午饭的时候不经意地问我：老林送你花了？我啊了一声，他的心又砰砰跳。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是还是不是？挺好的是什么意思？他的眼神带点威慑力。我很快解释，那个花我用糖水好好养着。他的眼神变作了疑惑。我偷摸跟他说，现在玫瑰花很贵，我打算卖点钱。你认识什么人有这个需求吗？苏学长，你有吗？我认真看着他，他的喉结上下滑动，漆黑的眼投向我。我说我有，你准备卖我？我愣了一下，我郑重道：你的话我肯定不收你钱。苏景川说要，我就把花捧给了他，你别带回宿舍啊。虽然我问过林学长是不是由我处置，他也说送我了就是我的东西，不过转二手让他知道还是不大好。苏景川满口答应，扭头就把花带回了宿舍。老林觉得不对啊，这花有点眼熟。苏景川懒懒地睥睨他一眼，女朋友送的。他觉得自己也挺坏的，不过老林后来没打过我主意，坏点也就坏点。大学总是过得匆忙，我每天都在打工、学习、攒钱。他看着我，时间一刹那就过去了。有天他经过我宿舍楼下，看到我在草坪上哭得撕心裂肺，问我室友，原来是奖学金名额被人占了。他去校务处走了一遭，晚上我就活过来了，特别骄傲地跟他说，我有钱了5000。哎，我发财。苏景川觉得不行啊，不能放出去，要受欺负的。可是他就要毕业了，他问，除了钱，你有没有其他喜欢的？他心底里有一头野兽，发了疯要横冲直撞。我愕然，仿佛在说这是什么问题。有啊，他看向了我。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不闹腾了。我轻笑了一声，学长，我们穷人如果想要什么，我们就不想。苏景川心里的野兽一下子被冻住了。他的小姑娘不是没有心，只是穷的没有余力来爱他，也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只是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往后余生都不是他。他没再跟家里吵，毕业回去接了家业，第1年就去母校校招，工资开全场最高，报名的人好几百，笔试面试一轮轮的筛到最后就剩一个他。他穿着正装挂着工牌，第一次敲开总裁办的时候惊喜道，是你啊学长。苏景川认命的想，是我，当然是我，他可以等他从贫瘠变得丰饶。苏景川说，走吧，我请你吃饭。叶秘书漂亮是漂亮，跟这种大小姐一比，就没那个豪门气质。我脚步一顿，你夸老板娘可以，拉踩我干什么？我一个普通打工人，我怎么有豪门气质？给我1个亿，我倒是能当场变出豪门气质。哎呀，可怜他跟了苏总这么多年，到头来苏总还是打算娶个大小姐，豪门联姻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吗？别提了，叶秘书也不容易，婚讯一出，我看他啊都憔悴了10岁。如果之前我还只是无语，听到这里我满头问号。苏景川娶老婆关我什么事？我为什么要憔悴？我就算憔悴也是因为加班。我快步回到办公室里，喝了瓶胶原蛋白太压压惊，完了拿着人事档案敲开了苏景川的门，请进。我推门而入，把下午的会议行程和资料做了汇报，把档案夹递到他眼前。这是人事拟定的升职名单。我过了下，营销部业绩不达标，今年不见一升迁，2个季度的营销费用投下去都没有什么水花，把实习生转正就差不多了。马毅是没做出什么大的公关事件。我站在男人身边，目睹修长的手指写下囚禁的签名，微微一笑。马毅就是在营销部里八卦的那位，竟然造谣我和苏景川有一腿，还是卑微的地下情人。哼，我叶希是这种忍辱负重的虐文女主吗？笑话，我根本就不在言情文里，我是职场文里可以截留信息、
3言2语左右顶层决策的秘书。老马，今年就别想生了哈，有这钱，我还不如给公司姐妹们多发点卫生经费。中午吃什么？公司有食堂，苏景川不怎么去，他是老总，跟员工一起挤食堂尴尬。忙的时候我给他带，不忙的时候就一起去外面吃。印象城那边新开了家意大利餐厅，评分还不错。苏景川点点头，拎起了靠背上的西装，我陪着他下楼。正是午休时间，电梯一层一层停，人潮涌动。我和苏景川紧紧贴在翻看着菜单，苏景川托着腮看我，一身手工定制黑西装，五官英俊，惹得周边几桌人纷纷侧目。平心而论，他的脸能带大多数言情小说，而且还没有大多数言情小说里总裁的奇葩毛病，比如说好养活。我点菜他从来也不抱怨，有什么吃什么，也不挑拣。今天周四，我们这里有情侣套餐，随餐附赠一道甜点，二位有需要吗？还挺划算的，套餐里的那道焗龙虾单点都差不多这个价了。那就来一份。侍者恭敬应声，从我指尖抽了菜单，然后把一朵玫瑰花插在我眼前的花瓶里。苏总，这可不行点。为什么？不是你说的划算吗？我又不是冤大头，给你单点焗龙虾。我涨红了脸，完了，他看出我来蹭吃焗龙虾。酒足饭饱，苏景川去付账，我正盘算着去哪儿买咖啡，身边笼罩下一道阴影，是一身名牌的李曼妮，苏景川的未婚妻。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吃得起吗？惭愧，确实吃不起，所以工作日才蹭一下老板的工作餐。怎么还是情侣套餐？大小姐头皮都炸了，火眼金睛看到那个在付账的男人。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不是我，他点的。李曼妮把玫瑰花都给我扬了，我怎么解释？解释我利用职务之便安排老板就餐，结果在将近7年时间里，带着老板把全城的美食都吃了个遍吗？我会进局子的。虽然慌的一批，但我毕竟还是一个见过大风大浪的秘书。老板想约您出来吃饭，又怕这地方配不上您的格调，我就陪他先过来踩一下点。李曼妮一梗，是这样，不然为什么偏偏是情侣套餐呢？李曼妮被我问住了，她思考了一阵子，剜了我一眼。哼，算你走运，以后别让我看到你跟我老公一起吃饭，不然别想要你的工作了。我打了个寒战，不要说不跟苏景川吃饭，就算一天只让我吃2顿，我也要保住我的饭碗。被李曼妮敲打过之后，我感受到了职业危机。作为女秘书，要跟男老板保持适当的距离。我自认为我的距离感保持得很好，这么多年对苏景川没有半点肖想之心，我连他的手都没碰过，不小心碰到都会立刻站直道歉的那种。但老板娘说我没做到，我必定要适当侧往沙发上一坐。开个短会。我认命地打开电脑。最近我的行程安排一塌糊涂，主要是就餐方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您说。你说呢？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英俊帅脸上左眼皮跳，真的火了。我盖上电脑，轻轻跪下。如果您说的是晚上的约会，是老板娘这几天一直在钉钉上催我。李曼妮为什么会有你的钉钉？果然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我也想知道。苏景川平息了一下怒火。她不是老板娘，你要是再在工作中夹带其他人的私货，那你不用干了。我晴天一个霹雳，我在公司干了整整7年，从什么都不懂的秘书助理干到现在的位置，陪着他从空降少主到今天说1不2的话事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竟然因为他的未婚妻要辞退我，他不知道李曼妮有多凶啊，跟只吉娃娃似的，从第一面就冲着我乱吠。如果我被辞退，大龄未婚的我怎么找工作？我鼻尖一酸，抽了张纸巾。苏景川神色和缓了些，下不为例。他掏出一份打包盒放在桌上，有些疲惫地扬了扬下巴。吃吧。竟然是那家意大利餐厅的焗龙虾。我咽了口唾沫，摇了摇头。我最近气色不好，不能吃夜宵。苏景川的眼神瞬间染上了杀气，我只好含泪吃下了整份焗龙虾。资本家叫人加班的花头可真是越来越多了。第2天晨会结束后，苏景川留了我。这次婚礼你统筹操办。我愕然，但他的眼神不像开玩笑。我尴尬地扯了扯嘴角，这不好的吧？毕竟这是老板您的私事。苏景川淡然地推了推金丝眼镜，强行把私事变成了公事。婚礼规模不会小，到时候肯定会做公关。那新娘那边会不会有意见？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我谨小慎微地拉开椅子，在他对面坐下。你好，什么事啊？李曼妮啪的一声把手机扔在桌上。锦晨哥哥昨天告诉我，他不会跟我结婚。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整个咖啡馆的人都看着我俩，我一下子被他问住了。苏景川不跟你结婚，你不该去问他吗？关我什么事？我怎么解释？他一把扣住我的下巴，把我整个拖到他面前。是不是你在他耳边吹耳旁风啊？假惺惺给我们安排约会，实际上逼他跟我分手。我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但他的美甲齿一样的长。我赶紧安抚他，没有的事。今早他还跟我说要花3000万娶你。3000万啊姐，你是我唯一的姐。李曼妮懵了，我赶紧把我的脸摘出来，躲得远远的。李曼妮回过神来，真假的？你不会又在骗我吧？我把刚写的策划展示给他看，
我说怎么会呢？婚礼都在走流程了，妥妥的。他巴不得早点跟你完婚，我也衷心期待着那一天。李曼妮眼中起了警惕。你们不会想吞了我的嫁妆，贪了我家产业，再把我踢走吧？我嘱咐少看点言情。李曼妮哼了一声，轻蔑地打量我几番，眼里流露出算计。好啊，既然这样，你陪我去逛逛吧，采购些婚礼用品。她起身，包臀连衣裙勾勒出玲珑的曲线，提着铂金包，气势逼人地等着我。好一出鸿门宴。李曼妮把我带去了爱马仕，店员一见她就把她请进了 VIP 室。她打了个响指，我要订婚礼珠宝。店员捧着产品册，毕恭毕敬地呈给她。李曼妮摘了墨镜，笑里藏刀地拍拍身边的位置。叶秘书，你坐啊。我心里发虚地坐下。我们1688女孩进爱马仕，确实需要勇气。李曼妮把画册摊在我膝盖上，一页一页翻着点评。叶秘书觉得哪个好？我发自内心的赞美，都挺好。李曼妮嘲讽道。看仔细点儿，毕竟叶秘书你不要说买不起，就连看都没机会看。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可以百度。李曼妮一梗，我继续说，百度一下什么都有，包括爱马仕官网。其他热心有钱人还会 PO 在抖音小红书跟我们分享。李曼妮气急败坏地剜了我一眼，看我做什么？不知道现在信息时代，你工人奶奶眼界宽着呢。我俩唇枪舌战，店员见缝插针的介绍，这是今年新出的限量款，钻石很闪。我和李曼妮闭上了嘴，脑袋顶着脑袋，看着图上能从脖子挂到肚脐眼的全套钻石，眼睛放光。我问多少钱，店员说打完折1068万。我眼中的光熄灭了，李曼妮没有。李曼妮还用1尺长的美甲点了点画册。有实物吗？店员说只有一个配套的手镯。李曼妮说拿来试试。李曼妮戴上了100多万的手镯，在聚光灯前照着镜子，得意地瞥了我一眼。我输了，输得好彻底，那钻石好闪，我感觉我生命中有一些美好的品德被摧毁了。在钻石的光芒中，我感受到了我的无力与渺小，大概是我脸上遗憾、屈辱的神情太过明显。李大小姐买项链，我加班，这个世界真不公平。我从苏景川的车里瘫到了他家的沙发上，看他在厨房里鼓捣了番茄牛肉包，我吃了2碗。对付他老婆是我的工伤，吃饱了恢复了一点精神。我去地下室的储物间翻礼物，我跟了他7年，知道生意场上有很多事情都不是靠表面规则做成的，一般都靠人情往来。人情往来就要送来送去，别人送苏景川的，我要搞清楚能不能收，能收的按价格规制，然后要送礼的时候看对面是什么人，求他办什么事儿，送相应的东西。我穿着拖鞋在抽屉里翻东西，苏景川就倚着门框看着我。突然2瓶圆滚滚的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问谁送你的这个？在一个单身男人的储藏间里翻出黑白绷带，我是真的绷不住。苏景川手握拳头，咳嗽2声，忘记了，你拿去吧。最近脸色黑得跟包公似的。这狗东西说话没一句爱听的，就你拿去3个字勉强能入耳。我说怎么一直有人送你胭脂水粉啊？我不理解，我每年都能从他这里翻出什么粉底液、口红、卸妆油、海蓝之谜，他用不上的都归我。苏景川说翻脸就翻脸，脸色一阴，咬牙切齿。你觉得呢？我想了想，他们是不是想看你女装？苏景川愕然，随即冷笑了一声。叶希，我真怕有一天忍不住把你给活活掐死。随便吧，死就死吧，我也活得不痛快。这一天天的都什么事儿？就当我俩在储藏室里商量送礼的事儿。门铃响了，门铃里传来李曼妮柔弱的声音：景川哥哥，我来给你送刚出炉的小蛋糕。我一听见那声，就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谁能想到李曼妮还有2副面孔？我指了指楼上，又指了指储藏室，压着声儿对苏景川道：你先去，我在这儿躲会儿。他问：怎么，什么时候还喜欢上了做贼？我赶紧捂住他的嘴，被他看见了不好，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苏景川漆黑的眼珠看过来，嗓音变得又低又瓷：洗不清什么？听起来比深夜男主播还撩。敏感的手心也被气息擦过，又湿又痒。我猛地立正站好，把手背到了身后，咽了口唾沫。就是那个，你懂得。苏景川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不懂，你不是来挑礼物的吗？你怕什么？他舔了舔嘴唇。还是说你对我有点不老实的想法，心虚？我赶紧把他的嘴重新捂死，手头有针线，我就缝上了。哥，你真没听见你老婆在上头喊你吃蛋糕啊？苏景川好笑地瞪了我一眼，甩开我的手，丢下去。上来。转身去开门，我窝在原地不动，因为我不傻，我不想再跟李曼妮大战一场了。1天1场就差不多，1天2场，我得短寿。我计划得很好，